各位網友，大家好啊！玩書走天涯，走進歷史，走出現實，和大家又見面了啊！這個就在上個周啊，這個美加墨世界杯開盤，這個美股呢倒沒有大跌，但是玩書的 Adobe 在年報這個二季度報出來之後大跌啊，最低跌到196啊，這個倒是出乎玩書的意料啊。這不是白撿錢嗎？為什麼玩書今天講一講買這個 Adobe 和 Paper 是白撿錢？你聽完玩書的這個1-20分鐘之後，相信你就會明白啊。那麼這個世界杯開幕了，這個好事啊，沒事的玩書就看看世界杯啊。但是呢 ，Adobe 這一大跌呢，把玩書的心情給打掉了啊，多少是有點失落嘛。但是玩書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為什麼玩書能夠想得過來啊？為什麼就是白撿錢，對吧？首先看啊，Adobe 和 Paper 市盈率到多少倍了？7點幾倍，這在科技美國的軟件史上，我覺得是沒發生過的事情。那為什麼呢？是因為大家覺得 Adobe 廢了。什麼 Midjourney 出來了是吧 ？Sora 出來了，這個 Adobe 就搞這個图形的軟件公司嘛，那就廢了是吧？我們就分析一下究竟廢沒廢。首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：AI 是不是一款軟件工具？這個問題呢，大家就要考慮一下。就是說，有的說 AI 嘛可能改變歷史啊，什麼東西，在玩書眼裡 ，AI 就是一套軟件工具，真的不要說的太神。玩書之前有做過視頻啊，這個問這個拜登和川普哪一個這個是正常的这個總統，那都是拜登啊。別說這個 AI 也可能會這個鉗制你的這個思想啊，不光是解放思想，有可能會鉗制你。大家聽懂玩書的意思了嗎 ？AI 並不一定是解放，它有時会鉗制。对吧？你只要加入政治觀點就可以鉗制你嘛，對吧？所以它是一款軟件工具，有沒有用？有用，是吧？玩書做這個旅遊視頻到各地啊，哪些旅遊景點，哪些歷史古蹟啊、故事啊，它可以跟你說出來比較多啊。玩書綜合一下，成為我的視頻的一些介紹，對吧？這個有用，相當於一個查資料嘛，對吧？但是它能不能取代人腦啊？能不能這個完全取代？大家最好打個問號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？是因為在一個工作流程裡面，不管是 Adobe 還是過去那個 SAS， 它都有流程的嵌入，工作流、協同工作流，對吧？這個比方說來審核，你這個圖片出來之後要不要審核？你像 OpenAI 現在據說這個美國好幾個州的州長正在起訴，為什麼呢？他生成了一些這個色情图片、色情視頻，影響了青少年，对吧？你這個東西 AI 它能夠創造是吧？但是你沒有監管，它啪搞了一個色情的。還有這個它是猜想你的這個往你想什麼，他說什麼。很多想自殺的人呢，詢問這個 AI 要不要自殺呀？如何自殺呀？那 AI 就指導他一步步自殺，搞成了，對不起。刑事訴訟，所以這個奧特曼啊，跟馬斯克的官司雖然結束了啊，馬斯克判輸了，對吧？但是他的其他官司還沒結束了，對吧？還有版權問題，你生成的圖片、生成的視頻有沒有版權呢？肯定有這個問題了，對吧？你像這個《紐約時報》，為什麼這個阿貝爾巴伯特買的《紐約時報》，玩書覺得《紐約時報》是個大左媒嘛，他買了幹嘛呢？是吧？但是他買的有他道理，我覺得什麼道理呢？這個道理我跟大家講一下，就是說，你《紐約時報》還是有訂閱還在增加，為什麼增加呢？是因為他有這個採訪啊，有報道啊，有不同的觀點意見呢。那麼我們現在看《紐約時報》蠻簡單的，《紐約時報》打個標題，我們一點進去要訂閱，玩書沒有錢，訂閱不了，我就問那個GPT 是吧？這個標題的文章什麼內容啊？你問他答出來了。他相當於把《紐約時報》的這個版權內容，他可能訂閱了一份，對不对？把它輸入了訓練數據，給大家公布。所以玩書不用訂《紐約時報》就可以看《紐約時報》的重點文章。這個《紐約時報》就不同意了，所以全世界啊，包括 BBS 啊，包括这個加拿大的 CBS 啊，90家正在起訴
啊 ，OpenAI 侵权呢？你训练可以，你这個過去的報紙訓練，你現在報紙拿的人就是侵權了，對吧？所以這個版權官司還有問題。所以真正的大企業，像美國的500強大企業，還是用 Adobe 這個生圖軟件、生視頻軟件啊，它這個就保證版權。人家大企業不會那這幾百塊錢訂閱費是吧？搞不好出一個官司是吧？搞的是幾千萬、幾億的賠償，對不對 ？Adobe 有這個承諾，你只要圖片這個侵權了，他負責。所以這才是 Adobe 的護城河，它的版權問題，對吧？它這個流程的問題，流程如何一步步的審核啊？這個流程，它這個工作流包括電影界的工作流一旦建立起來，是吧？你說大家不用它，是用 Canvas， 用什麼這個，這個剛剛出來的圖像圖形軟件，大家覺得放心嗎？你是專業人士嗎？對吧？王叔不是專業人士啊，但是王叔知道這一條啊。所以呢，王叔打個比方啊，說的 AI 工具叫什麼呢？就像Adobe是個城堡，要守，哈哈，只有刀槍棍棒。現在出來一個什麼 AI 工具，就是可以有火槍 ，AI 相當於火槍，那工程是不是要勢如破竹啊？假如說 Adobe 本身它只有這個刀槍棍棒，對方是火槍，那肯定勢如破竹的殺進城來。但是要知道 Adobe 是軟件公司啊 ，AI 是軟件 ，Adobe 可以用啊。AI 是不是跟這個是吧？跟 Gemini 是吧？恰那個 OpenAI 都有合作。包括跟英偉達也有合作，對吧？我也可以引進 AI 啊 ，AI 可以化我之用啊，我融入 AI。所以現在這個 Adobe 的這個螢火蟲軟件是吧 ？Firefly 不就是 Firefly 不就是這種用就把 AI 嵌入進去了嗎？當然要消耗點算力的是吧？搞點點數之類的，收點費之類的，對吧？所以它也可以用啊。憑什麼你工程我也可以用火槍打你呀？我買幾把火槍打你呀，對不对？你有100把，我也買1000把，我有錢買1000把。所以這場 AI 戰爭是誰勝誰負，還真說不好。我剛看那個馬斯克這個公司是吧 ，Space 上市了，他的報表裡面還不是有那個他搞這個 Grok 是吧？我們每天用的 Grok 裡面 ，Grok 虧27個億美元，他的商業模式這個閉環沒跑通了。Adobe 是跑通過的，你像 OpenAI 搞的 Sora 你沒跑通你就下架了，你憑什麼還打 Adobe 沒打你的不錯了，是吧 ？Adobe 現在是個防守狀態，沒錯，但是我們看看它的報表，又是第二季度又是10%幾上的增幅，利潤、營收，對不對？這是硬指標啊，財務什麼這個總監換人了有什麼關係呢？對吧？你換完叔去當老總，我照樣賺錢。他護城河建着的放着在，是不是啊？人家3萬多人也不吃素的啊！憑什麼嘛？Jolie 100個人啊，搞一個這個大模型啊，我就可以打倒 Adobe 了？我那3萬人吃素的，我就不能學你的大模型？連中國的什麼 DeepSeek 都搞真流技術可以學你，是吧？你這個大模型就那麼回事兒，一個軟件，是不是啊？我也可以用你，是不是啊？你搞不好確實能夠替代人工，能夠做些代碼，我還可以裁人呢。我的刀口這個槍口向內，我還槍斃是吧？你像 PayPal 據說今年要為了省15億的成本，就準備槍斃20%的員工啊，槍斃開玩笑，就是把它開除啊，就把它辭退啊。我用軟件做啊，所以我的槍口既可以對外防你打我也可以向內，我裁員降效，裁員增效降本。對不對？所以我覺得這個邏輯大家要想通啊。所以說攻克這個 Adobe 的層次並不那麼容易，那層次厚不厚、深不深、淺不淺的是吧？大家自我判斷，好不好？王叔憑着我的商業這個基本的常識啊，你的百把號人就打了幾萬個人，人家不會等你去打，你就是個工具，我也會學，我也會用，甚至還超越你。當年微軟不就這麼幹起來的嗎？搞什麼搞他把它搞得開放式，一開放發現一個好東西出來，他把它一收購，要麼收購，要不收購我自己一學，把它我有這個很大的目前的商業生態，我現在已經形成了閉環，我能賺錢，我打你一個小瞎子很容易。所以我說你像這個 OpenAI 也好，
什麼還新出了什麼這個 Anthropic 這個也好啊，你像一下子能把这個之前的这個谷歌打熄火，沒那麼簡單。谷歌也不是傻子，谷歌也不在投的，有搞了1800億，今年在投嘛，对不对啊？Adobe 也不傻，相信他們不傻，好不好？這個東西我覺得不會啊，所以 Adobe 不會垮啊，這是玩說第一個結論。第二個結論什麼意思呢？就講這個 PayPal 玩說也重倉了一部分玩說的 Adobe 對不起套了 20% 啊，現在目前按目前價格200多塊錢套了我 20%， 玩說的成本是260到280一件我不但是我不擔心，這是白撿錢啊。PayPal 現在玩說也套一點啊，不多啊，40塊錢左右對吧？目前為什麼講一下 PayPal 呢？ PayPal 說句實話，你看啊，在這個支付市场這一塊，當然有 Apple Pay、谷歌 Pay 正在搶啊，但是目前這不是它的主營啊。你像谷歌主營肯定是這個搜索入口啊，對吧？肯定地圖啊、油管啊，這已經夠賺錢了。支付它也想搶啊。這蘋果呢，憑它這個手機生態，它也搶。那麼在支付圈裡玩出看了下來，最牛的肯定是 Visa 卡了，是吧？每年15萬億的這個營收，对吧？其次就是萬事達卡，是吧 ？Visa 第一，萬事達9萬億排第二。那麼你像這個 PayPal 呢，大概只有 1.5 萬億，是吧？這個相當於是它的1/10，小老弟，對吧？但是就這個市場，我們看一下，它的前面還有一家是 Stripe， 技術很厲害，沒上市，私有化的，目前市值號稱是1000多億了。PayPal 從原來這個上市2000億的市值，現在跌到只有400億市值了。但是每年它有44億的利潤，營收雖然只有這個 1.5 萬億啊，但是我們看對比一下這個 Stripe 它花的也就是 1.9 萬億，同一數量級，但是它有1000億市值號稱啊。還有這個歐洲的 Adyen 現在是 1.4 萬億的這個產值，營收有34億的這個31億的這個利潤，你像 PayPal 是44億利潤，但是這個還有這個我們說那個就是 Fiserv， 這個是就是用硬件的，就是像 POS 機啊，在各个銀行啊搞硬件的，它現在目前呢 1.8 萬億的這個營收，只有35億的這個利潤，目前的市值也在1000億，那憑什麼 PayPal 搞的400億的市值呢？這明顯偏低了嘛，對不對？ PayPal 能不能被打熄火啊？這2年難受一點，但是我認為也不會打熄火。為什麼呢？就像這個高速路是 Visa 搞的高速路啊 ，Visa 是吧？馬自達萬事達，但是 PayPal 就像那個快遞呀，快遞你高速公路銷售，我要做快遞嗎？我快遞公司我也可以做起來嗎？並且我還可以搶你的這個地方啊，搶你的地盤，對不對？你還要搶一下這個實體店的這個 Fishery 這個地盤，所以它也不可能消失，它的市值是明顯偏低啊，這是玩說的這個一個結論啊。所以呢，我覺得不管是 Adobe 還是 PayPal， 在目前的價位啊，就是白撿錢，7到8倍是一個什麼概念？就相當於我現在買這個100塊錢，這個它7到8倍，相當於是個有 12% 這個收益率啊，這是硬的指標啊。你現在買這個 Space 到底有多少收益率不知道，是報表還沒要出，就當年報表，過去都沒有報表。你像 PayPal 有10幾年的報表， Adobe 有10幾年的報表，它的意思是個優等生，起碼是個不差生，它不差錢，有利潤。有的公司你講故事有沒有利潤都不知道，對不對？所以這是我說的結論，不管從財務分析還是到這個商業模式分析、商業流程分析、盈利模式分析，我們看一下這個Adobe不可能這個被打垮， PayPal 也不可能被打垮，搞不好 PayPal 還可以搶一下這個是吧 Visa 這個生意，它也可以發個 PayPal 卡呀。這個金融行業這個池子很大呀，我從技術切入，對不對？所以說呢，它的市值也是明顯偏低。這個價位就是白撿錢，真的。當然，玩書以上這個是我的一個分析啊，不代表任何投資建議啊，大家不要以這個玩書的觀點去入市啊，你是最後盈虧自負，好不好？玩書是長線持有，死守王家將。讓你能夠
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。